商場大家就行得多啦，行到悶。大家有冇諗過嚟一間另類脫俗啲嘅南豐紗廠呢？位於荃灣嘅南豐紗廠，佔地26.4萬平方尺，曾經係香港叱咤一時生產量最高嘅紡織廠，帶領住香港紡織業嘅蓬勃發展，亦都見證住香港紡織業嘅興衰，具有一定嘅歷史意義。到咗2014年，南豐集團就斥資7億，將南豐紗廠4廠、5廠、6廠進行活化，合建成為一個建築群，直到2018年年尾就正式開幕。如今活化咗嘅南豐紗廠就成為咗潮流年青一代嘅文青打卡熱點。舊紗廠翻新改建成為一間商場，仍然以紡織作為主題，保留舊廠嘅特色原味，以文青打卡作為招來。商場內亦都有好多好有創意特色嘅商鋪，嚟到呢一度可以令你耳目一新，顛覆你對商場概念嘅理解。呢度有咩特別之處呢？請大家跟住我行一轉啦。前往嘅方法非常簡單，我哋可以喺荃灣站嘅 A4 出口，經過天橋落地面，下邊就係專線小巴嘅巴士站。落到去下低，我哋一路沿住天橋底一路向前行。行到直至見到香港政府合署嘅對面呢度就會有一架前往南豐紗廠嘅紅頂小巴。呢個小巴係一架穿梭巴，費用全免，星期一至日都會開嘅。大家去之前呢，就可以留意翻呢一張嘅開車時間表，每隔20分鐘就會有一班車。小巴呢就會駛入去商場入邊嘅停車場。10分鐘嘅車程，我哋終於到達咗南豐紗廠啦。等我即刻走出去穿梭呢一度，為大家介紹呢一度嘅特色。率先嚟到，不如就走出去外邊嘅戶外走廊，可以望到幾幅好靚嘅打卡壁畫。呢條長長嘅走廊位處於芸芸眾多嘅工業大廈之中，為工廈添加咗藝術嘅氣息。牆壁上每一幅嘅壁畫都別具心思，而且繪畫得非常仔細。呢幅嘅柱梁上面生滿晒植物。一群嘅紡織女工突顯咗紗廠主題。金杯牌嘅針線刺繡喺呢度好有代表性嘅知名品牌，仲有製衣女工嘅工作狀況，兒時嘅一啲手繩玩意，每一幅畫嘅構圖都非常精細，同埋有佢想表達嘅意思。哇！我就幾中意呢一張 colourful 嘅機械人彩繪，幾幅嘅壁畫都係文青打卡嘅熱點。而最有代表性嘅畫作，相信就係高掛喺南豐紗廠上面嘅呢一幅紡織女工壁畫。細心啲睇，你可能會發現幅畫呢並冇用上任何嘅顏料繪製，而係用上咗外牆受潮、褪色以至剝落所形成嘅3種顏色去製作，極花心思、極具意義，成為咗呢一度主題之作。喺呢個走廊上邊，仲有2間懷舊裝修嘅食肆。就好似穿梭返去香港嘅50、60年代，製衣業蓬勃嘅年代。開始進入南豐紗廠之前，等我哋先了解下呢一度嘅平面圖先啦。廠主要分為3個部分，呈現一個 L 型。中間個部分呢，主要係扶手電梯同埋 lift，可以通去寫字樓。而可以活動行走嘅地方呢，就係由 G 去到3樓，一共有4層，仲有1層閣樓層，其餘嘅就係辦公室。所有嘅商鋪名稱、特色以至樓層喺晒呢一度一目了然。再往上走，前面呢就會有3對嘅橋，3對嘅橋將6廠同埋5廠貫通起嚟，亦係文青打卡熱點之一。喺未活化一體化之前呢度係分開咗6廠、5廠同埋4廠嘅。活化之後就係用呢3對嘅橋相連接埋一齊，透過建築同埋空間規劃，體現出城中城嘅概念。提供咗26萬尺嘅面積，打造成為一個社區文化藝術同埋創新科技交織嘅匯聚點。等我哋一齊行入去6廠呢一度，一齊體驗一下啦。一入到去呢，有一種舊廠建築嘅 feel， 豐厚外露，好似翻去以前一樣，感受到工廠生活一樣，好有踏足舊時女工紡織廠嘅感覺。而中間嘅呢處走廊空間呢，就用上咗透光嘅天花玻璃設計，天然採光係一種新穎嘅建築風格，配搭埋舊廠歲月洗禮嘅外牆同埋工字鐵，
新舊兩種嘅建築風格保留得恰到好處，互為交融，值得一讚。一入門口呢度就會有一間飲品店小風兒，大家就可以嘆住飲品慢慢影相打卡。飲品店嘅隔離呢就會有 reception， 隔離呢仲會有一啲嘅展板，對了解呢一度嘅歷史意義好有幫助。原來頭先入口處嘅呢一幅無名英雄嘅壁畫就係由一位葡萄牙嘅藝術家所製作嘅，象徵住香港上一代奮鬥嘅回憶。金杯牌係一個以前紡織嘅一個知名品牌，亦都歡迎住大家嘅嚟臨。疫情期間有好多嘅商鋪都冇開，不過喺六廠嘅樓梯底下就有兩間好有特色嘅咖啡。呢一間就係 Coco Cafe。特色嘅咖啡呢喺外國呢就非常流行嘅，但係喺香港嘅發展總係非常之落伍，可能係因為土地資源不足。入邊嘅裝潢仍然保留咗舊廠嘅特色，燈光昏暗，地方寬廣，淨係睇呢個環境啊，都已經覺得好超啊！咁大嘅地方，鋪租一定唔平，所以呢度賣嘅嘢食一樣唔平。不過叫一杯咖啡可以坐一日，都係幾值得嘅。順帶一提，呢一度係容許寵物進入，想去咖啡嘆杯嘢飲，亦都唔需要掉低你嘅寵物。樓梯底下 Coco 嘅隔離，仲有一間非常雪白嘅西洋風格咖啡，一間係昏暗沉實，另一間係鮮明亮白，有一種強烈嘅對比。呢一間嘅餐廳呢，就用咗雲石台、舒適嘅梳化，配搭埋一啲西洋嘅鏡子，精美嘅擺設，豪華嘅裝修，好似去到皇宮餐廳一樣咁高貴豪華。中間仲放咗一張超級長嘅大台，營造咗一個好似貴族一樣咁嘅進餐儀式。真係未進餐先有視覺嘅享受，貴族般嘅款待。價錢以呢一個級數嚟講，應該都唔算太貴。餐廳嘅隔離有一間 G2G 嘅服裝店，裝修呢就用咗貨櫃嘅鐵皮，入邊呢就係售賣一啲純棉嘅製品，寫住舊衣新常。為咗令大眾更有機會接觸到封閉式嘅紡織品循環再造概念，呢度就開發咗一個小型嘅服裝循環回收再造系統，喺一個標準40尺長嘅貨櫃入邊，將舊衫處理、消毒同埋再造成為新衣。入邊呢仲會有大面積嘅空間，添置咗一個製衣機，可以視察到製衣嘅過程，增加你對品質嘅信心。好有環保嘅概念，因為我哋城市人實在抌太多嘅新衫舊衫啦。六廠嘅 Ground Floor 呢就同大家行完啦，可以睇到呢一度呢故意保留一啲舊廠嘅特色，令大家唔會忘記佢係一間有歷史意義嘅舊廠。跟住落嚟，我哋將會行過呢一條打卡嘅樓梯，上到去六廠嘅1樓，上到嚟上邊望返落下低，透出咗淡淡嘅藍光。透光玻璃嘅底下，中間嘅位置就係故意留有空間俾大家打卡、影相、活動，顧及到青年人對空間嘅需要。呢度望上上邊嘅2樓叫做 Chat 六廠，係一間香港首間紡織文化藝術中心。不過而家仲係一個裝修嘅階段。1樓呢一層周圍都會擺咗一啲凳，俾大家行得攰嘅時候休息。同其他商場一樣，呢度都係有 lift 同埋洗手間嘅。如果要上2樓嘅車六廠呢，就可以搭呢一個 lift 上去。呢部 lift 呢，就係用鋅鐵板嚟設計嘅。以前舊式嘅屋邨 lift 呢，都係用呢啲鋅鐵嘅升降機。入到去呢，好有懷舊 feel。店鋪嘅位置一目了然，可惜2樓仲係裝修階段，冇得上去參觀。等我哋留喺1樓呢度睇下仲有咩發現啦。可以揾到呢啲珍貴嘅歷史照片，改建嘅過程保留咗歲月嘅痕跡，亦都加咗一啲新穎嘅採光元素，更加朝氣有活力。接近橋嘅位置，呢度就有幾幅漂染嘅布。呢個地方我覺得觀感就唔係咁好啦，好阻礙視線。染布嘅隔離有一本黎嘉玲所製作嘅視覺日記，用布製成手記，藍染嘅顏料嚟到寫日記，記錄咗漂染嘅方式、步驟、特別嘅 pattern。今日1樓有開嘅鋪頭實在唔多，好彩都仲有2間好有特色嘅商鋪開咗。呢一間呢，就係專門售賣一啲精品嘅鋪頭，鋪嘅門前擺放咗一塊魔鏡，
好有夢幻嘅氣氛。入邊售賣一啲嘅畫、熊仔同埋花，用嚟製作嘅材料好特別，每一件產品呢都好精美，不過價錢就都係 Window Shopping 比較好啲啦。喺一樓呢度呢，仲有一間好特別嘅創意商店，店內嘅設計呢好有原始嘅 feel。display 嘅架呢都係用上枯嘅樹枝，加上一啲麻布做成一個 display 嘅架。竹籃、掃把，一啲天然嘅工具就好似走入咗石器時代一樣。售賣嘅產品都係一啲木製品、鐵器嘅製品，一啲廚具，中間圍住一啲原始嘅木凳。呢一個嘅空間就好適合用嚟講故仔啦。呢間嘅商鋪都真係幾有創意，不過所售賣嘅嘢就有啲單調，冇咩特色。太過現代化嘅產品配搭埋原始嘅裝修，有一啲格格不入。如果係售賣一啲木嘅手工作品，可能會更加吸引。除咗創意嘅店鋪，呢一度都不乏一啲潮流嘅服飾。介紹到呢一度，六廠除咗2樓同埋天台之外，基本上都介紹晒㗎啦。最靚始終都係望住呢一個透光嘅玻璃天幕，跟住落嚟呢一條玻璃橋呢，就可以將6廠同埋5廠、4廠相連接埋一齊，為訪客可以更加生動進行交流。咁而家就即將通過呢一條玻璃橋行過去5廠啦。呢條嘅玻璃橋亦都係文青打卡嘅熱點，不過稍微有啲單調啦。好啦，進入5廠呢個位呢，主要係一啲扶手電梯同埋升降機所在嘅位置呢，就係5廠嘅1樓。轉個彎呢，可以見到一間好有特色嘅小食店。特色在佢除咗係售賣嘢食之外呢，佢有一大片嘅面積呢，係用嚟推廣粵劇戲曲嘅。食堂嘅台上邊有一啲戲曲嘅小佈置，撐字嘅後邊呢，相信就係一個小型嘅排練室，而右手邊呢，就係一個迷你嘅花牌小舞台。相信針對嘅對象都係一啲小朋友，去推廣呢一項粵劇嘅非物質文化遺產。排戲室入邊有好多嘅劇照，好似一間博物館一樣，俾我哋了解到戲劇文化。最靚就係呢一啲嘅頭飾冠帶，真係慨嘆有一啲嘅文化始終都係冇接班人，都係會被時代所淘汰。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呢一啲文化嘅延續。小食店嘅隔離要上幾級嘅樓梯，原因係下邊有一層嘅閣樓層，上到嚟令到樓底收窄，更加貼近天花封喉。我諗呢個位低炒影相都應該相當特別。前面呢會有幾部新型嘅自動販賣機，透光玻璃呢個位呢，上面就係4廠嘅天台。自動販賣機各種唔同嘅產品都可以透過唔同嘅方式售賣，仲有一部輕觸式嘅商場地圖。撳一撳就可以顯示晒所有嘅商鋪。喺透光玻璃嘅下低就好似一個迷你嘅 food court 一樣，俾幾間嘅食店包圍住。呢種藍綠色嘅台凳好有潮流活力嘅味道。簡單嘅呢幾張台呢，同埋一張藍色嘅凳都已經好有文青嘅味道。簡單而又有創意嘅裝修都已經好靚、好 chill、好舒服。喺香港以外其他嘅地區呢，會見到好多嘅商鋪都有好多文青特色嘅 cafe， 已經係好普遍同埋流行。唯獨是香港嘅商場太過倒模，缺少咗呢一啲年青活力元素嘅茶座、青年人打卡嘅空間、特色嘅店鋪。畢竟香港都係一個寸金尺土嘅地方，每一寸嘅土地都係用盡嚟賺錢，每一間商鋪都係有實力賺錢嘅名店，導致到香港限制咗好多嘅多元發展空間。希望將來新落成嘅商場都可以加入多啲嘅創意元素。話咁快，我哋走到嚟4廠嘅下低，呢度有條懷舊嘅走火通道、走火樓梯，亦係一處幾獨特嘅攝影位置。走上去半層樓，呢一度就係4廠嘅閣樓層。閣樓層係一個名為共學堂嘅地方，係一個大面積嘅多功能活動空間，提供舉辦表演同埋工作坊嘅活動空間。疫情期間，所有嘅活動都要停辦。沿住樓梯可以上返去1樓頭先嘅小食店，去返4廠嗰度搭扶手電梯，我哋將會去4廠嘅2樓。上到嚟呢，即刻可以見到一啲好有趣嘅圖畫。2樓呢，主要係一啲遊玩嘅天地，睇得出呢間商場都係經過精心嘅規劃。
前面呢間 Tapboard 就係售賣一啲兒童嘅玩具，仲有好流行嘅密室逃脫體驗遊戲。呢啲嘅元素豐富咗商場嘅多元化，亦都促進咗家庭上嚟呢度行商場。商場就變咗唔係大人嘅專利。呢一道橋呢，就係2樓嘅玻璃橋，貫通咗兩廠，靠近蘭河嗰邊影相都有一種高空感，亦係一處打卡嘅熱點。6廠嘅2樓就仲裝修緊，期待呢一間紡織藝術中心落成之後再過嚟參觀。喺扶手電梯之間有一間手作工作坊。數到2樓最具代表性嘅商店，相信就係呢一間 The Big Things， 係一間香港少有嘅兒童遊玩天地。喺疫情之下，呢一間兒童遊玩天地短期內都難以開放。家長呢行商場嘅同時，就可以放低小朋友嚟呢度玩。入邊嘅遊玩設施都係幾深得小朋友嘅鍾意。不過商場始終比較細同埋偏僻，而且附近都係一啲工廈。開放咗之後嚟玩嘅人唔知多唔多呢？喺對 Big Things 嘅隔離呢，就會有一間大使館，以一個天然冇激素、無添加、有機耕作嘅食物作為賣點。周圍嘅裝修、台凳都係非常之 green， 天花呢都係用咗一啲膠葉作為裝飾，令到成個環境好似走進一個田園嘅餐廳一樣。所有嘅菜都係喺organic嘅包裏攞出嚟嘅，肉呢都係喺可持續發展農場。呢一間餐廳所售賣嘅嘢食呢，都係相當吸引同埋好健康嘅。咁疫情之下呢，呢一啲嘅鋪頭呢都係拍晒烏蠅啊，都真係好難經營落去。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趁住假期呢都過嚟支持一下佢哋。餐廳嘅隔離呢，仲會有一間廚房呢係可以租借嘅。需要拍攝一啲飲食節目都可以過嚟支持一下佢哋。喺餐廳嘅出邊仲會有一個天台，一個青年戶外休憩嘅空間。入邊呢度呢，仲會有一個天台農莊，呢度啲菜呢，就係頭先嗰間大使館所種嘅。芸芸工廈之中，下低有一個天台嘅農莊。不過呢一度就比較平淡，相信呢一度會有好大嘅發展空間，例如係製作一個小農莊出嚟，俾啲小朋友體驗一下耕作嘅滋味。南豐紗廠2樓呢就介紹完啦，最後一層3樓同大家最後介紹埋啦。呢一度有一間好特別嘅酒吧，出邊呢擺放咗好多釀酒嘅木桶，你又覺得似咩風格呢？感覺上呢好似一啲卡通海盜嘅酒館，亦都好有牛仔 feel。設計上都係用上咗休閒輕鬆嘅概念去設計，相信設計者都係一啲比較有童真同埋懷舊嘅人。呢一個角落頭會唔會勾翻起你一啲兒時嘅回憶呢？最獨特當然就係中間呢一個吧台啦，有好多專業嘅啤酒名，我就唔係好識啦。不過呢一間光亮嘅酒館又真係有別於平時暗沉嘅酒吧，娛樂性就更加豐富啦。去到6廠嘅天台，呢度就係紗廠公園，仿如坐落喺工廠區嘅綠洲。呢間商場就真係好明白到年青人係好需要空間活動，需要空間休息。每一個天台呢都預留咗空間俾大家休憩。呢一度呢就係紗廠公園啦。咁呢度呢都會有 lift 可以搭返落去下低。再走前多少少，前面就會有一幅壁畫同埋一笪空地。呢一度就真係好適合進行一啲表演嘅活動，因為呢一度係工廈，遠離民居，亦都唔驚會嘈到人。年青人需要空間，雖然呢個地方就唔算大，但係就好明白到年青人對空間嘅需要。呢度就相對上冇咁拘束，亦都可以帶寵物上嚟呢度玩。最後呢一個南豐紗廠有限公司幾隻字呢，就係非常有歷史意義。活化過後，5廠換上咗落地玻璃，真係非常之靚啊！最後呢，3樓仲有一間賣漢堡包嘅店鋪，同埋懷舊嘅王牌冰室，都係一啲50、60年代懷舊嘅冰室。可能我哋呢一代呢都冇咁大嘅共鳴，但對於經歷過戰火、奮鬥過嘅上一代嚟講呢，可能就有好大嘅感觸啦。咁今日嘅南豐紗廠遊歷之旅呢，就去到尾聲㗎啦。咁我對呢一間商場嘅評價呢，就覺得係一間經過精心規劃嘅商場，亦都好照顧到時下年青人嘅需要，發揮到創意嘅空間、文青打卡嘅地方，
亦都係容許寵物共用嘅地方，一個好 chill 嘅地方。不過呢一度仲爭一間舒適嘅書店，係一間另類不一樣嘅商場，亦都冇其他商場咁拘謹，非常之寫意自在。尤其是喺呢一度拍攝，感受到前所未有嘅自在感，因為每一間商店呢都唔怕你影佢，見怪不怪。希望大家都可以喺疫情之下支持呢一啲具創意嘅商店。最後大家記得留意返尾班車開出嘅時間係6點20分。